季贤君，很抱歉我骗了你，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妖兽君跟木七百。季贤君，还要再装下去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，我的灵脉不是用引魂钉藏住的，是用了别的办法，所以师才消耗过度。何必再装出这副柔弱无助的样子？你即便是死，与我何干？你没事吧？你。季贤君，季贤君，我们谈谈吧。木七百现在手里捏着妖兽君，你知道怎么对付他们吗？我有办法。我愿献上制衡妖兽君的法门，以示合作诚意。合作诚意。嗯。哼，一个不知底细的人，我怎么敢用？等你愿意跟我说实话了，再来跟我谈合作。这是不是人带的？季贤君，这老李阴了，明义他昨夜他消耗过度，他怕是病了，快把我们放出去！季贤君，这老李真的太冷了，你要不进来看看我呢？你好好说话。季贤君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明宪是我的未婚夫，我跟他。季贤君，哎呦我的命呐！季贤君，明义他晕倒了，明义他晕倒了，明义他晕倒了！哎，别演了，人都走远了。哎，他怎么有眼不见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还算他有良心。哎呦喂，那以为是真不带来的呀。哎，吉普赛，别闹！哦，大人，我都想好了。天机公主召见，你随我去一趟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对季贤君有用就好。再多说一句，你就回去。不是，明义，这走了，月猫呢？多谢仙君愿意保下儿妻。是你引天机公主召见我们，公主想要见你，我自然就要放你出来。对不起，前尘往事是我对你不忠，还请季仙君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看在我对你有用的份上，请你与我联手。季仙君，
你跟季伯仔已经成功结下心印了，你赶紧把他送出门，我们好去灵溪井啊！怎么，你不放心我独自前往寻找妖兽君？那你可以同我一起。我不放心什么？我相信季仙君跟我一样，不会被这危险的战力所诱惑的。清月风寒，季仙君此行危险，切以自身为重。你也会让他独自去寻找妖兽吗？我的意思是，妖兽君这样的力量，不是谁都想占为己有吗？眼下除了我自己，我只信任季仙君。送走一个，家里还有一个。哎呀，荀婆婆，是季大人让你盯着我的吧？你吃点猪心膏，我呢，我就在这里坐着，我哪儿都不去，你盯着我，你尝尝嘛。不会吃。你与明宪到底什么关系？主上能放过你，想来你没有什么大问题。但是老山还想再问一句：我和明宪有婚约。婚约？你和明宪？嗯。你是瑶光山的探子？嗯。不对不对，那主上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他能留下你，说明你不会害他。嗯。那你怎么会在极星渊？你还在花月夜？我……难道明宪老贼与我那日日要打我的老汉一般下作，害你去花月夜补贴家用？确实是算他害的。一代战神，竟如此下作！我跟你说啊，主上不会真的介意这些的。他当初能救我，如今也是愿意救你的。可你确实不该瞒他。那确实有点过分了。我跟你说，荀婆婆，荀婆婆，明！我曾在书中见过陈渊描述，恰如此景。季伯仔打造的灵犀井与陈渊这般相像，他已不是追求之身，却还是被困在这里。不出10日，妖兽君将成。
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。他人都以为司判堂所看管的陈渊是犯下恶行的最先服刑之地，但此地有毒的瘴气弥漫，无人涉足。穆七百便想到用此地来炼药，但因药方缺失，只炼出了离恨天。他通过时令术打开了通往陈渊的捷径，毅然将陈渊变成了自己的药方。这瘴气萦绕，除了适合炼药，也同样适合妖兽的生存，所以穆七百才会选择这里孵化妖兽，把你们这些无辜之人抓去给他做事。他们的行事准则从未改变过，将孤儿寡母、老弱残障抓入陈渊，死了就是死了，无人替他们伸冤。所以一直在搜罗和当初我一样的人，生死都无人问津的人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，用起来最为趁手。明仪，你说过，若想要彻底铲除尚未炼成的妖兽菌，可以将自身作为化药之鼎，将妖兽菌的妖元汲取，进行炼化。告诉我，这化妖之术该如何施为？要行此术，需要有一法力高强之人，以自身做化妖鼎。这事交给我，仙君是极心渊的斗者，不能有差错。我既答应过仙君，我自愿做这化妖鼎。你都说了，只有法力足够高强的人，才有可能成功。我又不是没见过你施法，你灵力有限，即便你身有灵脉，也不可能成功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更应该我去做这化药鼎，才能保存我们中最强战力。只要仙君一出事，穆七百肯定会有所动作。若是你也折损了，我们怎么对付他和他背后之人？只是做化妖鼎，怎么可能折损于我？可是你，就这么定了。以身做化妖鼎，一共3个步骤，越往后越凶险。第一步，修炼灵力，固化自身丹元。第2步，将妖兽隔空吸入丹元内，便会在体内生成妖元。第3步，以自身为鼎，与妖元共生，将之炼化。此时为第1阶段，祭仙君会耗尽全部灵力，身体虚弱，切记绝不可出乌龟海。这波仔真要自己做化妖鼎啊？他是信不过还是舍不得？他现在在灵犀井里闭关修炼，但对我只字未提。说信不过，应该比不忍心有理有据些吧。哎，他怎么想我的现在不重要，他得先通过第1关。这个药粉能帮他治好手上的伤，我还得再做一些补药，帮他灵力维持在最强状态。眼下先做这些吧。司判堂为何突然来我乌龟海？老身说得很清楚，我家主上不在，外人皆不得擅入。无论今日来的是谁，都是这句话。那在下只能对婆婆说声抱歉了。寒风君有令，妖兽出没事关吉星渊的安危，是以每户都要搜查是否有妖兽的踪迹。吉星渊无论洞府大小都已搜查完毕，就剩乌龟海了。
总也不能特殊对待。司蟠堂不得不偿。住手！不能打！退下。没事吧？你们两个倒还挺护着我小命的啊。荀婆婆，这司徒仙君也说了，妖兽出没是大事，何况这是寒风君下的令，极心院挨家挨户都要查的。我们若是执意不允许，岂不是拖了大人后腿？不行，主上不在，就更应该证明大人清白呀。司徒仙君，请。姐姐在乌龟海住在何处？这是私事儿。哦，这样啊。姐姐在乌龟海住在何处？那边。那季贤君住在何处？其实你不用那么小声。那季贤君住在何处？姐姐，你到底为何到这里来？是为了杀季伯宰吗？我也觉得他不配应你。你这话说的倒是没错。我是说我不是那个人，是说你说这话意思是对的。姐姐，你在这里过得好吗？司蟠堂不用关心这些吧？我不是以司蟠的身份问的。你身上一定发生了很多事，不能与我说。我就只要知道这个。你过得好不好？近日寒风君有令，我必须来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摆脱麻烦。喏，这是什么？寒风君命人特制的法器，据说能精准地捕捉到妖兽的气息。那后面就是灵犀井的方向，不能让他们发现。哎，那边不是季贤君的库房吗？在那边。乌龟海怎么可能会有妖兽？穆七百是想借着查妖兽的幌子找黄粱梦吧？得找个借口把他们赶走。这库房里收藏的都是季贤君最珍贵的法器，必须避火避光。若是出了什么岔子，他回来我们都死定了。司徒仙君，这可不行，这什么都看不到啊！不行，都说了不能有火光。姐姐，你怎么样？明丽，你没事吧？
你们怎么样？没事，没事。但是仙君，这不行啊，这都有光啊。那就点火，点火！不行，这些法器都怕我，千万不能点火！我求你了，千万不能点火！司徒仙君，我给你照明。快跑啊！快走！季贤君的宝贝啊！你们什么意思啊？我都说了，我们法器怕火，怕火，你非要点火啊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点的火？怎么就一身反骨呢？是不是故意的啊？消消气，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不是，婆婆这都没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跟季贤君较量？我跟你们拼了！啊！我们不生气了啊！这什么世道啊！这可是世上唯一能搜寻妖兽的法器，就这样烧没了。我这还是世上唯一一盏莲花灯啊！这是世上唯一一个金刚石降魔杵，世上唯一一个回旋镖啊！你怎么赔啊？我怎么跟季贤君交代我呢？我什么都没了。明义仙子，此事是我司判堂不对，但你的伤不能不管。这样，我们找个干净的地方，让我替你疗伤，如何？我帮你拿。这就是姐姐住的院子。司徒仙君有什么打算？今日之所以奉命前来，一是想看你过得怎么样，二是韩风君一直对你们别有用心。如果真的有什么目的的话，与其让别人动手，还不如我自己来。什么还不如你来呢？大人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他们欺人太甚，你看我……司徒仙君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哦，在下奉韩风君之令，搜查吉星渊附近可有妖兽的踪迹。司判要查，查便是了。点火烧了我家算怎么回事？抱歉，此事是个意外，是在下不慎引发失火。不慎引发失火，不慎烧了我所有法器珍藏，以及不慎伤我家人。家人？家人。这可是世界上唯一一盏莲花灯，世界上唯一一根金刚石降魔杵，以及这世界上唯一一枚单飞镖。司判大人，你打算怎么赔啊？单飞镖不回来了？大人，你闻着我是不是都熏入味儿了？你也太不小心了。司徒仙君，这是要对我的人做什么？无名无分怎么是你的人？他是你买来的吗？火源出10倍，你放了他。啊？
做梦。放手，放手，他。姐姐，是我拉疼你了吗？没事儿。季贤君留步。失手烧了季贤君的家，万分抱歉，所有损失我都会赔偿。倒也不必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弄坏了库房，季贤君不高兴，要拿我出气，是应该的。哎呀，没事，姐姐。他看起来不太高兴，不会是怪我烧了他的库房吧？大人，事情是这样子的，那个司徒仙君说是奉命要搜查妖兽的踪迹，我想大人嘛，那肯定跟那妖兽是没关系的，而且我若执意阻拦的话，别人肯定会误会，我就让司徒仙君查了，谁知道那个法器竟对库房有感应，我就猜呀，这个妖兽就是个幌子，实际这个法器是要找别的东西，那我又不敢直接问大人。大人，我们现在呢是在一条船上的，大人不在家，我就得替您守好乌龟海，是吧？为何要维护司徒令？啊？你和司徒令很熟吗？你们不会是想要里应外合吧？看我懂什么？说话。哼，他居然气的是这个。我现在跟大人的关系到底是不一般呐，这要搁以前肯定要打要砍的怀疑我，这现在听起来倒更像是吃。大人就这么介意别的男人？要不然这样，大人，你把我娶了，跟我缔结心印，那别的男人就不会来找我了。没句实话。大人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以前啊觉得能待在你身边就好了，但是现在我越来越贪了。我想做大人的妻子，做一个有情有义、有名有分的妻子。好不好？看来有戏。姚光山太子明宪，从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为姚光山连胜7年。从小我就用法术女扮男装，在外人眼中我是个男子，他们都说我是河虚最能打的战神，说我是英雄。我哪是什么英雄，不过是一时一刻都不敢松懈罢了。因为赢得福泽是我的使命，自记事起，我就被要求只能赢，必须赢，一直赢。我就说，还有漏网之鱼。
为什么不出招？怎么他们都不见了？急行输给急行员吧。肯定赢了呀！公主，我们这次能打败明宪吗？这个空间限制了我的灵力，连战甲都无法维持。此人不简单。急行员的斗者竟有此等灵力，你到底什么人？都被困在我的灵犀井里了，还能说出这种话？我就算在你的灵犀井中，灵力减弱，也照样赢得过你。是吗？果然是战神啊，竟然以血幻化兵器。我只会赢，我只会这一件事。谁都会输，凭什么不能是你？此次两境会，吉星渊胜，是为上境；瑶光山为下境，福泽降临。公主，我们赢了！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输了还有脸出来？就是，都怪他，怎么有脸呢？就是，你说到手的福泽就这么没了？没有福泽，阳光山就会灵光暗淡，大地干涸呀！没有福泽，连灵尸都画不出来，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是啊，你不配当我们的战神。我是瑶光山太子明宪，
13岁起参加青云大会，连胜7年，却像从未赢过。明宪，明宪，你怎么了？而且，我灵脉断了。怎么会？看着像中毒，好生厉害的毒。是他，卑鄙小人！母后，我命你走，即刻离开瑶光山。母后，您这是要驱逐我吗？你的灵脉一断，再要留在瑶光山，是想死在觊觎太子之位的人手里吗？母后，我一定能修复灵脉。瑶光山失去的，下届青云大会，我千倍万倍讨回来。我对你一定还有用，你千万别赶我走。明宪，你听好了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是要你好好活着。可笑我这半生汲汲营营，如履薄冰，教你从一出生就用这无相秘法扮作了这个太子。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普通的小仙子的，这道至强至密的障眼法，让你在所有人的眼里，都只是一个男子的面貌。可是现如今，你的灵脉一断，一切都成了空。明宪，留在瑶光山，并不是一条生路。我放你走，你撤去无相秘法，恢复你本来的样子，谁都不可能认出你来。好好活下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母后放心，我定能修复灵脉，重返青云。季仙君，我去找别的仙君了。这可不许。季仙君还真是把花月当家了。这青云大会一落幕，你就来了，在这流连的时间可比我都久。我辛辛苦苦出战青云，不就是为了今日？要什么，有什么？明明是我有什么，季仙君就要什么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？季仙君，吃颗葡萄。花月夜，这么多仙子等着我呢，我总不能厚此薄彼吧？多谢季仙君。大人，请。
季伯宰这小子，赢了青云大会后，日日花天酒地，寻欢作乐，果然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2个月了，我都无法近他身。今日他得封青云斗者称号，大摆宴席，我定要抓到这个接近他的大好机会。我听姐妹们说了青云大会的事儿，你也知道，这种地方嘛，一件事能被传成几百种模样。仙君在青云大会上表现英勇，所向披靡。那一看就不是那种会被区区名县一招击败的普通人。会传我这种话的，是不是季伯宰？不，仙君，季伯宰他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。这和季仙君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你为何会同我讲这种话？仙君误会了，我只是……就现在，啊！先引他英雄救美，我再顺势接近。打扰了，不吃这招。你该不会以为能找到季贤君为自己撑腰吧？孙贤君，你误会了，你那事儿季贤君一个字都没跟我说，你可千万别怪他。季伯宰，是不是你传的我在青云大会的事？你一个沉冤罪囚，莫名后天得了灵脉，还攀上天机公主当了斗者，怎么只敢在背后嚼舌根，这么上不得台面吗？孙良，其实你挺厉害的，怪就怪明宪打快了点。你。可惜啊，又差了一点。怎么今日又看到季兄为了一个小仙子，同人大打出手啊？孙良，今日是季仙君的庆功宴，莫要胡闹。哎。算你走运。这小子真难接近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季贤君，酒菜已经备好，可以开席了。恭贺季贤君赢得青云大会，能否有幸敬您一杯？季贤君在青云大会上的表现如此英勇，为我们吉星渊赢得了福泽，今日难得一见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师父说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徒儿，你青云大会受的伤给我看看。师父，我不知道中了什么毒，灵脉断了。你听我说，你中的毒名叫离恨天，中此毒后，有灵脉者灵脉尽失，无灵脉者反会生出灵脉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能再催动灵脉，否则就会加速毒发。这个印记叫离恨花，等这七瓣全部凋落，就是你元神寂灭之时。所以，这1年之内，你们必须要找到解药黄粱梦，将它服下，修复灵脉，方能保住性命。既然是季伯宰下的毒，那他手中可能会有黄粱梦。你去吉星渊找季伯宰，处理完追兵，师父会来找你们的。他不吃外食，是怕别人给他下毒。果然，心黑的人看什么都黑。寒风君到。哎呀，不用拜，
本君最讨厌这些繁文缛节，都把手放下。以后你们都像博仔老弟一样，无论在哪儿见到本君，都像见到老朋友一般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！韩风君这是点我呢，我哪敢造次啊？从前做醉酒时，连贵人的灵宠都要下跪，现下混好了，便只求一个不弯腰。本君就喜欢你这个脾气。今天是博仔老弟你得封青云斗者的好日子，特带了些薄礼以表心意。你那乌龟海啊，煞是冷清，仅有的伺候也是年事颇高，这怎么能行啊？本君的小侄女天机也是个不懂事儿的，她虽然掌管着吉星渊的寿华判宫，却仍然当不好这个尊者，都不知道给你安排个人。今日本君给你送来2位婢女，日后管账洒扫你尽管吩咐他们。本君这份薄礼，你可还满意？韩风君对我的乌龟海，听得也太紧了吧？他们吉星渊内部果然也有隔阂。不是我不领情，今夜好歹也是天机公主为我办的宴席，可韩风君却突然带了2个人过来，我这要是收下了，那岂不是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吗？你不敢驳了天机公主的面子，反倒是不怕得罪本君呢。老弟，这份薄礼，你当真不收吗？韩君送的礼，季仙君竟然不收，竟然拒绝了，这不折了人家的面子吗？机会来了！不可以，大人才刚刚答应我要带我回乌龟海的。我方才说过吗？说过。许是之前答应的太多了，都不记得了。那不如季兄将这3人一同带回去，也算是一段佳话呀。对呀，是啊，一起带回去不更好？这个主意好，本君这就亲自派船车将你们一起送回去。好，带回去。对，带回去吧。是啊，带回去。不行，装不下。虽然乌龟海地偏，但毕竟是赏赐给季县君的，幽静开阔，我看多来几个也装得下呀。对呀，是这个主意好啊，季县君带回去正好，这正好，这是一手定的。且慢，诸位，我乌龟海可不是什么鱼塘，更何况在下精力有限。不如这样，3位仙子，我有一题，你们谁回答的最符合我的心意，我就带谁走，如何？这真是个好主意啊！就这么办吧。既然是来我处伺候，我的乌龟海豢养的是何种灵兽？你们该如何照顾？乌龟海是死水，能有什么？可我若答对，岂不显得我有备而来？你先来，就你。乌龟海，江河湖海的大小鱼塘，那肯定就是些乌龟、鲍鱼、虾什么的。大人，我对你一片心，比灵兽更忠诚，比乌龟海的水更深。你来。乌龟海是吉星渊死水，什么都养不活，整个府中连一只灵兽都没有。对呀，好无知的仙子啊！你当真了解季仙君吗？知道他的喜好吗？大人，你再给我次机会，我肯定答对。什么都不懂，再给他一次机会也是白瞎。大人，还有脸要机会？哎，这位仙子一直在纠缠季仙君，难道是季仙君看不上他的？那2位仙子这么了解季仙君，肯定选他们啊！哎，韩风君选的人准没错。我选他。你想的？我知道了，怎么选他了？我乃醉囚出身，便更知道
世上万般皆虚幻，唯有真心不可负。这位，明义，这位明义仙子视我为她的意中人，对我一片痴心，我怎能辜负了呢？你放心，我绝不负你。这两位仙子，那今日就只能怪我们没缘分了。不好对付啊，不过这算是成了。主上回来了。大人，这一进门就给我戴上丝带，到底是为何呀？我喜欢。启禀寒风君，季伯宰把那仙子抱进房间了。大人，这外边天都快亮了吧，还不给我摘下来？大人，今晚你大费周折，演了出欲擒故纵，就睡了跟我回乌龟海吧。你如愿了。大人看出来了，辛苦了。戏一出接一出，送走一双，又来一个。难为你和孙辽暧昧默契的演了一场。大人，你这么说就过分了，你千不该万不该听孙辽质疑我的真心吧？这倒也是。你能帮我把这解了吗？我不喜欢这样，像在审问我。回答我的问题。莫非大人就喜欢这样绑着的问法？平时表面看不出来啊。多谢的。大人，大人，我想跟你回乌龟海，不是很寻常的事儿吗？沉冤醉囚，一战飞升，你是极心渊的神话，是花月夜姐妹最崇拜的人啊！我一心向着大人，大人却这么冷冰冰的对我，这真是太伤人了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叫明义。大人心里有明月的明，大人是我意中人的意。你来花月夜前是做什么的？这还是要生我呢，说多错多，得想个法子堵住他的嘴。我家以前吃采药为生的，父母双亡之后，就来了花月夜。那你大人问我这么多，可是怀疑我，我看就是不喜欢我吧？那不喜欢我为何带我回乌龟海？
事吧？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。不是吧？这么厚积？行吧。二七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还没好？外面着火了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主上，后山的小楼着火了，还请您过去查看。这可得去看看。哎。 我怎么能放心让你跟着去呢？乌龟海你一处也不认识，出了事可怎么办？不会出事。这道结界，除了我跟荀婆婆，谁都进不来，而你也出不去。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了。等我回来。嗯。你小子。 你现在灵脉已断，只能跟普通人一样，拥有少量法力，使用简单的法术。以后就别逞强了。知道了。哎，是吧？蛇师傅不是说不让你有灵脉吗？万一灵幻花断了怎么办？只用这点灵力，不至于催动灵脉。这个结界复杂，只能我来破。我不就让你搞点动静，阻止他留宿而已吗？下手那么重干嘛？我也纳闷呢。我就按照你说的，在远处那个小楼，略施法术就燃了一簇小火苗，不知怎的这火就变大了。我还在想，不应该啊。算了，趁他不在家，赶紧动手。东西呢？这名义一来就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主上放心，老身一定彻查起火因由。不必，天火而已，不必惊动外人。我不喜欢别人太过于主动，还得再应付一会儿。
就点个火，怎么还没好？火我慢慢灭。在吉星渊这2个月，我们已经调查到，季伯载的灵脉就是用离恨天催生出来的。使用了离恨天，若没有黄粱梦解毒，就必死无疑。既然那小子还活着，那他就一定有黄粱梦。不在这儿。也不在这儿，能在哪呢？离恨天和黄粱梦是双生的毒药解药，以你的毒血为引做出来的法器，按理来讲不应该找不到啊。去那边瞧瞧。主上，小心台阶。他们要回来了，你赶紧找个地方。你居然自己跑了！我们出去这么久，也不知道那小仙子有没有乖乖等着。禁足结界破了。主上，他不在房内。